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张的频道。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美国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很多学者都担心一个问题：如果城市里人口越来越密集，会发生什么？其中的一位行为学家叫约翰·卡尔霍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当时呢，他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实验叫25号宇宙。这位卡尔霍恩先生拥有生物学博士的学位，他关注的点是，当人口密度不断上升的时候一个社会如何维持正常的行为秩序。1958年呢，卡尔霍恩就做了一个很有名的鼠城实验，他是用这个老鼠来研究，看看城市化后人口爆炸、社会组织方面、家庭功能、人际关系等等是如何在这个拥挤之中持续运转的。因为老鼠呢，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和人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所以呢，研究老鼠的行为对人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卡尔霍恩呢，是在自己的房子后面建了一个1.5亩的老鼠之城，他预估这里可以最多容纳5000只老鼠。但是2年的时间当中他发现呢，老鼠的数量从来没有超过150只每当老鼠的数量快要超过150只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无形的压力形成，老鼠们呢开始变得不愿意繁殖，行为变得诡异。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呢，将泥土滚成球，不再去挖掘隧道建设家园。他们呢不再协作，而是私下争斗。部分老鼠呢完全退出了社交，而母鼠呢则弃养这个幼崽。在第一次这个鼠城实验之后呢，卡尔霍恩并不满意，他又开始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实验，从1号宇宙一直到24号宇宙。每一次呢，他都会调整条件比如改变巢穴的结构，改变楼层的设计，观察老鼠是否会重新分配领地，还有改变种群的结构比如增加雄鼠或者雌鼠的比例，引入新的个体。然后呢，他就观察鼠群社会的秩序是否恢复。但是呢，每次实验的结果呢，全都显示，当一个空间内的个体的数量达到一定数值之后就会开始下降，然后呢，再缓慢回升，从而周而复始，不断循环，非常符合之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知。这个发现呢，让卡尔霍恩着了迷这就好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老鼠的思维，而触发这只手的开关呢，就是老鼠群的密度。卡尔霍恩呢，觉得无形之手可能是一种外部的压力。假如给老鼠提供一种类似乌托邦一样的完美环境，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个无形之手的降临呢？卡尔霍恩的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署的支持。国家机构的参与很快推动了实验的继续进展。卡尔霍恩呢，决定最后做一次实验。这次他打造一个更大、更完善的老鼠之城，也就是25号宇宙实验。25号宇宙呢，这个实验是卡尔霍恩所有类似实验中规模最大的这个其中的老鼠的种群达到了2200只，跟踪时间最长的一次持续达到了1700多天。这个实验呢，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正方形的盒子里，盒子的四面墙呢大概高1.3米，盒子的底边呢大概宽2.6米这个墙的中间呢有隧道，有房间供老鼠们居住，这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可以供老鼠们娱乐，还有呢为这个老鼠准备了充足的食物和水。此外呢，这里还是24小时恒温的没有天敌的环境。工作人员呢也时刻注意这些老鼠，让它们远离疾病。还有呢，
他们工作人员还每隔4周啊就要清洁一次。然后呢，这个空间里面有充足的筑巢的材料。如果说这里有什么缺点呀，唯一的缺点就是空间有限，最多只能容纳3840只老鼠。然后呢，卡尔霍恩呢将4只公鼠和4只母鼠放到了这里啊，开始观察它们。老鼠们进入实验舱以后呢，开始是先熟悉环境，在3个月以后呢，它们就完全适应了。它们开始划分自己的领地，择偶交配。在第104天的时候啊，第一窝小鼠出生了。随后啊，老鼠的数量开始迅速的增长。在第100到300天的时候呢，平均每55天呀，这个老鼠的数量就会翻1倍，从开始的20只翻到40只、160只啊、320只，一直到了640只。到这个640只的时候啊，这个鼠群增长的速度啊，才从55天翻1倍，减缓到145天翻1倍。在第86天到338天的时候啊，是这个小老鼠诞生最多的时候啊。在这个时期呢，工作人员统计了每个领地中诞生的数量。有意思的是啊，尽管所有的领地啊都按射线状从中间平均划分开了啊，每个领地中啊诞生的小老鼠的数量却不相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在实验舱里啊分出了不同的区域。在东北角的领地呢，252天之内啊，只出生了13只小老鼠，和它相对的西南角啊，却出生了111只小老鼠，相差是8.5倍之多。这就是说呀，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啊，弱肉强食依然是存在的。那么强壮的老鼠呢，拥有雌鼠，可以生更多的孩子；那么虚弱的老鼠呢，是得不到这个雌鼠的青睐的。100天到300天的时候呢，在25号宇宙里啊，是这个老鼠社群的黄金时期啊。老鼠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无忧无虑，幼崽也得到很好的护理啊。成年鼠有活干，族群是有秩序啊，物资充裕，是肉眼可见的繁荣。此后呢，从315天开始啊，老鼠的数量增长啊开始放缓了。这个时候啊，实验舱里啊共有600多只老鼠啊，与理论上可容纳的3840只呢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领土开始出现短缺。为什么呢？因为相对强势的老鼠家庭呢霸占了一片区域或者空间。然后其他的老鼠呢又分成几个不同的小群体，都有自己的领地，而大量没有地位的弱势的老鼠呢则拥挤在中心区域。这些老鼠呢没有被任何群体接受啊，它们是无处可去。先说一下自然生态环境中公鼠的习性，它们一生有明确的使命，就是抢领地、护巢穴争配偶、养幼崽，一辈子忙忙碌碌，有争有拼，有责任有目标活着有奔头。而现在看到的是这些找不到社会地位的老鼠它们呢因为没有生活在野外，所以呢它们也没有办法移居到其他地区，只能待在这个空间里。当它们碰到强势的老鼠的时候呢，它们就变得孤立无助成了一些多余的老鼠。这些新生代的老鼠它们生来就是吃喝不愁，但是呢它们又是无事可做的状态也无法拥有任何社会角色，这就塑造了这种精神的畸形。它们直接分类成2种的极端的病态。第一种呢就是暴力鼠它们有无处发泄的精力，开始无差别的发疯施暴、打架、追咬同类、袭击幼崽那么第二种呢就更诡异，是这个美颜鼠，就是这些公鼠放弃了所有的争斗，没有社交，
也没有繁殖的欲望，生活呢极其的简化，只有吃饭、喝水、睡觉、梳毛这4样。卡尔霍恩呢称他们为美男啊，就是好像是没有灵魂的空壳老鼠。总之呢，这些新生代的公鼠啊，无法与更强势的老鼠争地盘啊，也没法像在野外那样逃离这片区域，它们只能是暴躁的攻击同伴啊，或者做美男。然而呢，那些拥有领地的公鼠呢，也并不好过。由于种群的迅速扩大，它们也无法应对新生代的公鼠的不断挑战，它们是处于这种疲于维护领地的状态，而且呢，它们是无力守护巢中的母鼠。那么母鼠呢，只能是又当爸又当妈，一边照顾幼崽，一边保护巢穴。这种情况下呢，这些母鼠啊，也变得越来越有侵略性，甚至呢，会误伤到自己的幼崽。而且呢，因为这个压力骤增啊，母鼠啊，甚至会出现这个布鲁斯效应，就是说，受孕的母鼠啊，接触陌生公鼠以后呢，会产生妊娠终止的现象啊，整个鼠群的新老交替的这个速度啊，会越来越慢。再后来呢，越来越多的母鼠啊，变得冷漠自私啊，心性扭曲，开始弃养刚出生的幼崽，甚至主动撕咬驱逐小幼崽啊。基本上所有的幼鼠啊，都被母亲过早的拒绝了，它们没有建立足够的情感纽带啊，就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啊。因为太小了，这些幼崽的存活率啊，也是断崖式的暴跌，种群繁衍的根基呢就动摇了。到560天的时候啊，这个鼠群的数量啊达到了峰值2200只，然后就停止增长了。这个数量啊，离它的这个可容纳数量3804只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研究者卡尔霍恩呢，便认为啊，这个鼠群呢，事实上已经崩坏了，毁灭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从这个时候开始啊，它们就不再是老鼠了啊，它们从内开始崩溃。这就像这个抽象意义的死亡啊，如同灵魂已经死了，肉体的消亡呢，只是时间的问题。然后呢，死亡就开始蔓延，随着这个衰老引起的死亡率增加呢，老鼠数量啊持续的开始下降。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啊，当实验人员啊将几只老鼠拿出25号宇宙放入正常的鼠群里呢，这些老鼠也没有任何生育的意愿。有些呢虽产生了性行为啊，却没有产出后代。这个情况啊，它不同于那些濒危动物找不到繁衍的对象啊。这些从25号宇宙拿出的老鼠呢，是精神上啊就失去了繁衍的动力，而且呢，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就是说呢，25号宇宙里的老鼠的后代呢，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族群灭绝。卡尔霍恩推算呢，最后一只有生育能力的公鼠啊，大概会在第1780天死去，然后啊，这个25号宇宙呢，就彻底的走向了毁灭。卡尔霍恩呢，把实验中老鼠崩溃的原因呢，称为行为沉沦。对于像老鼠这样简单的动物来说呢，最复杂的行为涉及到这个求偶、母性照顾啊、领土防御，以及群体内和群体之间的等级的这个社会组织，这些相关联的行为啊。当与这些功能相关的行为没有出现的时候呢，社会就不能发展，这个种群呢也就不会再繁衍，最终啊，整个社会呢会崩溃，直到整个这个物种的灭绝。这说明呢，在一个社会里面，拥有充足的资源呀，并不等于社会健康。当基本的生存需求被满足以后呢，这个社会仍然需要各种关系，比如与其他生物的角色关系啊，社会的秩序和责任。否则呢，这些生物的行为模式啊就会瓦解。
在25号宇宙里啊，这个看似安乐的衣食无忧的环境呢，其实是一个充满压力与焦虑的生存环境。因为上层的位置啊已经被占据了，年轻的个体上升的通道呢被堵死，大量年轻的个体啊放弃了这个领地的竞争。这些竞争失败的个体呢，在心理学上还有一个名称叫习得性无助，意思就是啊，一个个体啊在反复经历无法控制的失败或痛苦以后呢，逐渐学会自己无能为力，即使后来有机会改变呢，也不再尝试了啊，就是俗话说的彻底躺平了。这也破坏了他们的生育的欲望。这个实验引发了人们不同的思考，有些人断言呢，25号宇宙中老鼠的结局就是人类的结局。这个能直接套用到人类吗？肯定是不能直接套用啊，这也是今天很多学者强调的一点。因为老鼠啊不是人类，人类是拥有这个文化教育制度、价值观的群体，这些因素呢都不存在于实验中。因此呢，25号宇宙的崩溃呢，并不能证明人类的福利社会一定会失败，城市化呢一定会导致崩溃。但是呢，它也提醒了人类啊，一个文明的维系啊，就不只是依赖食物和资源，还依赖个体啊能否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我们现在的社会呢，人口啊向1线、2线的大城市聚集，这些现代化的城市啊高度发达，物质啊很丰富，人们呢不再为这个基本的温饱而苦恼。但是呢，在大城市里啊，人的社交密度啊却在不断的降低啊。比如年轻人呢不愿意结婚啊，出生率呢一直下降，还有虚拟世界带来的影响，这些话题呢也是一直被讨论的。关于25号宇宙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观看，下次再见。